日本皇室最近爆出一桩扎心的现实，顶着皇室第一美人名头的佳子公主，今年已经32岁，婚事却彻底卡了壳。亲妈纪子妃放下皇嗣妃的身段，四处托人给女儿牵线搭桥，从顶级财阀继承人到旧华族世家子弟，条件一降再降。可日本那些有头有脸的家族，清一色全在躲。一听是邱小公家的亲事，连相亲面都不肯露，直言高攀不起，半点情面都没留。这事不是路边小报瞎编的，是日本女性周刊实打实爆出来的料。放在以前，能跟皇室结亲，那是多少人家求都求不来的荣耀。现在倒好，皇四家主动递橄榄枝，人家都不接。堂堂公主，怎么就沦落到被豪门集体嫌弃的地步？说穿了，不是家子不够好，是邱小公家的口碑早就崩得没边了。是日本皇室这套制度，早就把公主活成了烫手山芋，谁沾谁麻烦。先给你啰清楚，纪子妃这次为什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？佳子出生于1994年，今年实打实32岁了。这个年纪放在日本普通女性里不算什么，可在皇室早就过了该出嫁的年纪。有个现成的对比摆在那，就是高原公家的九子妃，人家膝下3个女儿，大女儿橙子选择不婚，人家坦坦荡荡；二女儿点子2014年就嫁了出云大社的公司，门当户对，身份匹配；三女儿炫子也嫁了精英家庭出身的手骨会，婚后连生3个孩子，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，民众全是祝福。纪子妃跟九子妃本来就有心结，明里暗里较劲了几十年。以前她仗着自己生了儿子悠仁，是皇嗣妃，觉得压九子妃一头。现在倒好，人家3个女儿的婚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自己家2个女儿，大女儿贞子为了嫁小室圭，跟皇室决裂，放弃1.5亿日元的嫁妆，跑美国再也不回来，成了皇室的笑柄。二女儿佳子熬到32岁，连个正经对象都没有。这对比落在纪子妃眼里，比打她脸还难受。她憋了一口气，非要给佳子找个好归宿，既挽回邱小公家的面子，也能在九子妃面前抬得起头。所以这段时间她到处托人，财阀公子就华族后代，只要家世够好，人够优秀，她都愿意安排见面。可人家根本不买账。说起来真的很讽刺，佳子本身的条件半点不差，她从小就因为精致的长相被称为皇室颜值天花板，笑起来眉眼弯弯，气质清甜。刚成年的时候，一张穿着制服的照片火遍全网，是全日本公认的最美公主，业务能力也拿得出手。这些年邱小公家的公务大半都是她在扛。去年一整年，佳子单人出席了近200场公务，从地方视察到慈善活动，从接待外宾到出访海外，连轴转的行程比很多上班族还满。之前出访巴西，10天辗转8座城市，每天只睡5-6个小时，全程保持标准的微笑和礼仪，没出过半点差错。可以说，邱小公家现在的公众好感度，大半都是佳子一个人撑起来的。文人亲王脾气臭，说话直，路人缘一直很差。纪子妃算计心太重，民众早就不买账。悠仁亲王争议缠身，每次露面都要被骂走后门。全家上下，只有佳子口碑最稳，形象最正面，是邱小公家实打实的门面担当。可就是这么一个能扛事、形象好的公主，偏偏在婚事上处处碰壁。说到底，不是佳子配不上豪门，是邱小公家这个摊子，还有皇室这套制度，正常人都不敢沾。那些名门望族心里的算盘，打得比谁都精。娶邱小公家的公主，听起来风光，实则全是麻烦。首先，邱小公家的名声早就臭了。前几年贞子公主的婚事闹得全日本沸沸扬扬，男方小室圭，母亲骗钱，私生活混乱，一家子烂事一堆。贞子非要嫁，最后婚事结了，可皇室脸都丢尽了，民众骂，媒体追着扒，连带着邱小公家的口碑一落千丈。有这个前车之鉴，谁还敢跟他们家结亲？到时候自家那点家底，那些旧闻被狗仔队扒得底朝天，连带着家族生意都受影响，得不偿失。其次，悠仁亲王的丑闻也让豪门避之不及。纪子妃从小把儿子吹成天纵奇才，
结果呢？小学作文比赛抄袭，升学全靠特别推荐走后门，连基本的学习能力都被质疑。大家看得明明白白，这家人太爱算计，太爱装，为了撑门面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跟这样的亲家打交道，指不定哪天就被当成筹码算计了，躲都来不及。最重要的是，娶公主本身就是件赔本的事。以前公主结婚就脱皇籍，变成普通人，夫妻俩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，顶多就是婚礼风光点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今年7月刚通过的皇室典范修正案，10月24号就要正式生效。公主结婚之后可以保留皇籍，继续做皇室成员。听着像是待遇提高了，实则是把驸马一家架在火上烤。公主是皇族，丈夫和孩子却是平民，没头衔，没特权，没护卫，出门要被几10台相机对着拍，孩子上学要被同学指指点点，一辈子活在公众视线里，半点隐私都没有。豪门世家最看重低调安稳，谁愿意找个公主回来，让全家天天活在聚光灯下？所以继子妃越是积极牵线，人家躲得越快。不是家子不优秀，是这门亲的代价没人愿意付。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去年那场经典的抢女婿闹剧，现在回头看，简直是天大的讽刺。当时就贺阳公家的次子，是各方都看好的联姻人选，家世是旧华族，年龄跟爱子相仿，各方面条件都匹配。那时候舆论都在说，这大概率是给爱子公主准备的联姻对象，毕竟爱子是天皇嫡女，身份最对等。结果继子妃横插一脚，她直接找上了皇太后美智子，也就是她的婆婆德仁的亲妈。谁都知道皇太后向来偏心小儿子文仁，对邱小公家有求必应。就这么着，在霞会馆例行的华族聚会上，皇太后亲自搭线，把贺阳家的次子安排给了家子公主相亲，等于直接截胡，把原本默认给爱子的人选抢到了自己女儿名下。那时候继子妃打的一手好算盘，就公家的男丁以后能通过收养回归皇室，他们的儿子还有皇位继承权。家子要是嫁过去，既能给邱小公家多添一层政治筹码，还能给儿子优人铺路，一举两得。可结果呢？抢是抢到了相亲的机会，人家根本没看上家子，见了一面之后就没下文了。贺阳家也不傻，邱小公家口碑什么样，他们心里清楚，犯不上把自家儿子卷进这滩浑水里。兜兜转转1年过去，家子的婚事还是没着落，继子妃只能放下身段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给女儿找对象，还处处碰壁。当初抢女婿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打脸。更让豪门望而却步的是继子妃藏在暗处的联姻要求。据旧华族圈子里的人透露，继子妃挑女婿，明面上看家世学历，背地里规矩一大堆。首先，男方不能太有自己的事业，最好是时间自由的世家子弟，能随时配合皇室的公务行程，随叫随到。其次，男方必须接受婚后家子保留皇籍，继续出席公务，不能有半句怨言，全家都得配合皇室的安保和媒体监督。甚至还有人说，继子妃心里还打着小算盘，最好男方家世够硬，以后能在悠人继位的时候帮上忙，给邱小公家添助力。等于说，人家娶个媳妇，不仅要放弃隐私，放弃部分事业，还要陪着你们家演宫廷戏，给你们家当助力。这种只讲索取，不讲对等的亲事，但凡脑子清醒的豪门都不会答应。就华族圈子里早就传开了，说邱小公家功利心太重，跟他们家结亲，好处没多少，麻烦一箩筐，犯不上趟这浑水。如果说口碑差，名声不好，只是让家子的婚事难了点，那今年刚通过的皇室典范修正案，就是直接把家子的人生退路全给堵死了。先给你掰扯清楚，这次修法到底改了什么？听起来2条，实则全是冲着保男系继承去的。第一条，女性皇族结婚之后，可以继续保留皇族身份，不用像以前那样一嫁人就脱皇籍。表面看是给女性福利，让公主们不用在身份和婚姻之间2选1，实则呢，是把公主们牢牢绑在皇室当免费劳动力，结了婚也得继续出来跑公务，撑门面，别想跑。第2条，允许从1947年脱离皇籍的11个旧公家里，
收养男性后代回归皇室。这些被收养的人自己没有继承权，但他们生的儿子有皇位继承资格。说白了，就是宁可找70、80年前分家的远房亲戚回来生儿子继位，也不能让女性继承皇位。这套规则有多双标？闲散的就皇族男性什么都不用干，被收养回来就能躺享皇室特权，他们的儿子生下来就有继承权。可天天跑公务、撑门面给皇室刷好感的公主们，哪怕功劳再大，人气再高，不仅自己没继承权，连他们的丈夫、孩子都半点皇族身份都沾不上。日本中央大学的大川教授说得很直白，日本历史上明明有8位女天皇执政，现行宪法也从没禁止女性继位，偏偏是明治之后被人为改掉了规矩。现在保守派还一口一个传统不可废，本质就是赤裸裸的厌女偏执。而这套制度最直接的牺牲品就是佳子公主。熟悉佳子的人都知道，她是整个皇室里最清醒、最向往自由的人。跟温婉低调的爱子不一样，佳子敢说敢做，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，说自己衷心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更广泛的选择权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按自己的意愿生活。姐姐贞子当年顶着全日本的骂声也要嫁小室圭，放弃皇籍跑美国，别人都指责贞子任性，只有佳子公开站出来支持姐姐，说希望姐姐作为个人的愿望能够实现。她私下里早就为自己打算好了，她一直在默默攒私房钱，最大的心愿就是熬到结婚，像姐姐一样放弃皇籍，离开皇室，去过普通人的生活。她不想当什么公主，不想天天被镜头盯着，不想一辈子按别人的安排活。旧版的皇室典范虽然苛刻，但至少给了女性一条逃生通道，结婚就能脱皇籍，从此山高水远，跟皇室再无关系。这是佳子坚持了这么多年的盼头，是她日复一日跑公务的精神支柱。可保守派一纸修正案，直接把这条路焊死了。现在的佳子活活被逼进了4个死局，无论怎么选都是错。第一个死局，她永远失去了做普通人的自由。以前结婚是逃离皇室的出口，现在结婚是带着枷锁继续坐牢。哪怕她嫁了人，她还是内亲王，还是得承担皇室公务，全年无休，全国各地跑。去年一整年，佳子一个人扛了近200场公务，比很多皇族成员都多。之前出访巴西，10天辗转8个城市，连轴转的行程比高压上班族还累。这还不算，他一辈子都没有普通国民的户籍，没有自由择业权，走到哪都有安保跟着，有媒体拍着，半点私人生活都没有。哪怕结了婚，也别想安安稳稳过小日子。第二个死局，丈夫和孩子永远是尴尬的透明人。这是整个修正案最冷血的地方。佳子是皇族，可她的丈夫、她的孩子全都是平民，没有任何皇族头衔和特权。以后的家庭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出门参加活动，妻子站在皇室队列里，丈夫只能站在平民观众席。家里妻子有护卫，有侍从，丈夫什么都没有，一辈子背着佳子公主丈夫的标签，被人指指点点，却半点身份保障都没有。孩子就更难了，生下来就是媒体关注的焦点，从小活在镜头下，很容易像小时候的爱子一样遭遇校园霸凌。可他们又没有皇族身份，得不到制度的保护，一辈子活在母亲的光环和桎梏里，进退两难。换作是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过这种日子吗？也难怪财阀名门都躲着走，这哪里是娶公主，这是给自己全家找罪受。第三个死局，生孩子就是给孩子套枷锁。佳子如果结婚生子，孩子从出生起就注定特殊，媒体盯着，民众议论，学校里被围观，可他们既不能继承母亲的身份，也得不到皇室的庇护，相当于一辈子活在聚光灯下，却没有对应的保护和特权，纯纯的舆论牺牲品。第四个死局，结不结婚，他都要挨骂。不结婚吧，32岁的年纪，天天被媒体催，被民众议论，说他高龄未婚，丢皇室的脸。等以后弟弟悠仁即位当天皇了，天皇还有个未婚的二姐，说出去不好听，到时候骂他自私，不为弟弟考虑的声音只会更多。结婚吧，就得一辈子困在皇室当工具人，
把自己的人生、丈夫的人生、孩子的人生全搭进去。要是她敢像姐姐一样放弃身份走人，立刻就会被扣上不顾大局、不扶持弟弟的帽子，被骂冷血自私。横竖都是她的错，横竖都没有她的活路。更让人心寒的是，连她的亲生父亲都提前断了她的退路。2023年，邱小公家的新底完工，全家搬进去住，唯独佳子一个人被留在了旧的预返寓所里。后来还是佳子自己出钱给旧房子做了追加改装，摆明了打算长期独居。当时文人亲王在记者会上说的特别直白，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在新居给女儿们留房间，他们迟早会结婚离开，准备房间本身就是浪费。这话听着扎心，可那时候按旧规矩，女儿结婚就脱黄籍走人，确实不用留房间。可现在新法改了，佳子就算结婚，也还是皇室成员，也得留在日本履行公务。结果呢，娘家连她的房间都没留，她想留没地方住，想走走不了，活活卡在中间，进退两难。说到底，在文人和继子心里，女儿从来都不是需要疼爱的孩子，只是可以用来联姻、用来撑门面、用来给儿子铺路的工具。有用的时候推出来刷好感，没用的时候连个房间都不值得留。看着现在进退两难的佳子，就更让人想起她姐姐贞子。当年贞子顶着全日本的骂声，宁可放弃1.5亿日元的嫁妆，宁可跟皇室撕破脸，也要嫁给小室圭跑去美国。很多人当时骂她傻，放着好好的公主不当，非要去国外过苦日子。现在回头看，贞子反而是邱小公家唯一一个逃出去的人。现在的贞子在美国纽约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不用出席公务，不用被媒体盯着，想出门逛街就逛街，想在家做饭就做饭。虽然日子不算大富大贵，但胜在自由。她不用被催婚，不用被当成工具人，不用为了弟弟的皇位牺牲自己的人生。而佳子呢，当年姐姐走的时候，她心里说不定还羡慕过，觉得自己以后也能走同样的路。结果新法一改，连这条唯一的逃生通道都给焊死了。姐姐靠决绝换来了自由，她连决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同样是皇室公主，佳子跟爱子的处境简直是天差地别。爱子是德仁和雅子的独生女，从小到大，父母把她捧在手心里疼。德仁是出了名的女儿奴，从她小时候骑自行车送上学，到长大了给她当专属摄影师，20多年如一日的护着她。雅子更是因为自己受过皇室的苦，从来不舍得逼女儿。婚事上，德仁和雅子从来没给爱子安排过什么政治联姻，反而尊重她的选择。之前青梅竹马的 H 君曝光，老两口还主动跟女儿拉开距离，给小情侣腾空间。他们不求女儿嫁得多好，能给皇室带来多少筹码，只求女儿能开心，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可佳子呢？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继子妃手里的筹码。小时候靠她最美公主的名头刷好感，长大了就想靠她联姻，给儿子悠仁拉拢势力，巩固邱小公家的地位。她想不想要，她开不开心，从来没人真的在意。也难怪有人说，德仁家的女儿是被爱养大的公主，邱小公家的女儿是被算计养大的工具。好在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套规矩。据宫内厅的人透露，雅子皇后对这次的修正案极其不满，她自己就是这套制度的受害者。当年作为外务省的精英外交官，嫁进皇室之后被几百条规矩捆着，被逼生儿子，逼出重度抑郁，躲了10几年才熬出头。她一直希望皇室女性能得到更多尊重，能有更多选择。结果保守派搞出这么一套男系至上的方案，完全无视女性的付出。而佳子自己也没打算逆来顺受。这段时间，她开始刻意以个人身份出席公益活动，不再依附皇室的官方邀约。她想用自己的方式，守住一点点人生的主动权，为自己也为所有皇室女性争取权益。雅子皇后对此非常支持，很多人都说这是皇室女性联手对这套腐朽制度的无声抵抗。可笑的是，那些喊着捍卫传统的保守派，全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就拿旧华族出身的竹田恒太来说，他天天在媒体上跳脚，极力捍卫男系血统，
支持把旧皇族男性接回来继位，说的冠冕堂皇，好像全是为了皇室传承。可转头就有人爆料，他自己的儿子，他根本不让掺和皇室的事，只想让儿子安安稳稳继承自家公司，好处全让别人上，代价全让别人付，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指手画脚，这副双标的嘴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对比一下欧洲王室，就更显得日本这套制度荒唐。比利时、荷兰、英国早就实行了绝对长子继承制，不管男女，谁先出生谁就是王储。比利时的伊丽莎白公主跟爱子同岁，从出生起就是铁定的未来女王，读名校，进军事学院，按国家元首的标准培养，全国民众都支持。人家的王室也没因为有女王就垮了，反而越来越有活力。再看日本，宁可找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收养回来生儿子继位，也不肯让能力强、人气高的嫡公主继位，宁可把公主们困在皇室当一辈子工具人，也不肯给他们一点点选择的自由。说什么捍卫传统，不过是死守着男权的特权不放罢了。说回佳子公主的婚事，现在很多人都在感慨，当年被称为皇室第一美人的佳子，明媚灵动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是多少人心里的白月光。那时候大家都觉得，这么漂亮的公主，肯定能嫁个如意郎君，有个幸福的结局。谁能想到，32岁的她，会活成现在这副进退两难的样子。亲妈四处求亲被人躲，婆家没着落，娘家没退路，想走走不了，想留没余地。她什么错都没有，就因为生在皇室，就因为是女性，就要为这套腐朽的制度陪葬。她明明是最向往自由的人，却被锁得最死。其实不止佳子、爱子、贞子，还有皇室里所有的女性，谁不是这套制度的牺牲品？雅子牺牲了外交梦想，美智子熬了一辈子才熬出头，贞子放弃了身份才换来自由，爱子哪怕人气再高，也碰不到皇位。他们一个个都在用自己的人生，给这套男权至上的旧制度续命。现在再回头看纪子妃四处相亲碰壁这件事，就没那么好笑了。不是佳子嫁不出去，是配得上她的人都不想趟皇室这滩浑水，是这套制度把公主活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。纪子妃急着给女儿找婆家，可她从来没问过女儿到底想不想嫁，到底想过什么样的日子。她在乎的从来都是邱小公的面子、悠人的前途，从来不是佳子的人生。32岁的佳子还在按部就班地出席公务，脸上永远挂着标准的温柔笑容。没人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没人知道她对未来还有多少期待。只希望有一天，她能像姐姐一样，能像所有普通女孩一样，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，不用当什么公主，不用扛什么责任，就做她自己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毕竟，王冠再美，也比不上自由可贵；身份再尊贵，也比不上按自己的意愿活一辈子。